这孟辉不是正在申请正教授吗？这线要是属实，他的职称不就完了吗？教授超助教，可能吗？论资历也不在一个档次上啊。关老师，这事儿您了解吗？了解的不太多，不过我相信何彩虹她是一个诚实的学生。无论是真是假，在这节骨眼上出现这事儿，这不搅局吗？孟老师人缘挺好的，我不相信他会做这种事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功利心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。反正何彩虹才刚刚工作，起点就是0，扳倒别人对他来说也没什么。彩虹不是这样的人，你们别八卦。诬陷，彻彻底底的诬陷。你说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为了尽早出名，他什么都能做得出来啊，这一点底线都不要了吗？好好好，那我问你，你究竟有没有看过他的那个论文大纲啊？这是我的论点，我是在跟他进行学术讨论的时候说给他听过，他就把它记下来了啊，完了要作为自己的论文发表。我制止他吧，他就生气了。这篇论文我可是1年前就开始构思的。孟老师，既然现在有人举报，而且还是实名举报，文学院学术委员会决定开始调查，相关的人员会被叫去作证，你自己也准备一下吧。我现在只有这一条证据，不过季黄老师可以作证，我那天确实和孟辉老师讨论过论文大纲，被他一顿批评以后，我把论文大纲扔进了垃圾桶。这条证据还是季黄老师收拾垃圾时捡出来的，他说我写的不错，还替我惋惜来着。这个事呢，我问过季老师，他跟你说的是一样的。但是你和孟老师讨论大纲的事，他并没有亲眼看见，而且他是你男朋友，当然会帮你说话了。庞主任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我知道这件事很不好调查，但我不全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学术的公正，也是为了今后不让更多的人上他的当，所以才决定。我想，恐怕你会背上诬陷的罪名啊。庞主任，我不怕调查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好。星期天不能工作。哎，吃点。听说你爸明天回国，要不要看望他一下？我知道一家新餐厅不错。行，我打给他试试。叫姑妈也来啊。哦，对了，我给他买了礼物，感谢他帮我们这么多忙。什么东西啊？一个限量版的首饰。姑妈是自己人，不用送了。你不懂，越是自己人越不能怠慢。冬雨。我去裸心堡的这几天，你没有跟别的女人来往吧？冬雨，帮我跟丽丽问好。好的。别的女人？谁啊？怎么可能？我听别人说，看到你跟其他女人在一起了。我要是想找人查，是可以查得出来的。但是我希望你可以跟我坦白。我知道，你在我之前有过其他女朋友，我也有过其他男朋友，但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不会计较的。可是我需要你向我保证，
那些人、那些事，通通都已经过去了。这种保证行不行？你干什么？我给你拿点纸，我就是随便问一下，你要吓死我吗？来，快抓着。你以后问这种问题，我就给你这种回答。真的不带几件吗？这些家具我买的时候可都是精挑细选的。都是一些便宜货，这运输太麻烦了。到了那边，等我们买上大房子，我再帮你弄一套好一点的。哦，沈阿姨说，咱们要是有不要的家具的话，她要。她有一套房子在西区，她想要租出去。我想她带兜兜那么上心，要不然就送给她吧。白送啊！哎，我们这些东西再怎么便宜，加起来也有好几万吧。那怎么办？这些旧家具也不值几个钱。我表哥不是做运输的吗？我跟他打过电话了，我请他运回老家给我爸，他明天就过来。那挺好的，爸应该挺高兴的。可不是嘛。其实这段时间用度紧张，我就没给我爸寄钱了。那刚好把这些东西寄过去给他，让他高兴高兴。我我手上还有好多工作呢，而且我还想等着老板心情好的时候再跟他说，好让他不为难我。不过你放心。请慢用。丽丽，天顺豪庭的投资，你爸本来已经同意了，但是呢，他把全部资料看完一遍以后，让我压一压，所以呀，我也只好拖着冬雨了。为什么？不是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吗？风铃跟冬雨打交道已经不止一次了，在你们认识之前，风铃就投资过冬雨另一个项目。我知道啊，凯特花园，这不是卖的挺好的吗？卖的是不错，但有隐患，广告打的封闭小区，却有规划道路通过。你爸最近才知道，为这个事儿他特别生气。姑妈，这天顺是天顺，凯特是凯特，这两个项目也不沾边啊。冬雨现在万事俱备，就差东风，这箭都带弦上了。哎呦，姑妈，您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吧，帮我们活动活动。如果你爸不管这件事儿呢，我还有办法。现在你爸亲自抓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没有他点头，我不肯做主啊。毕竟他才是一把手。冬雨，我见过姑妈了，天顺豪庭的投资可能有些麻烦。究竟是谁卡着我们？我们要不要去公关？我姑妈说，现在这个项目是我爸在看。知道的，我爸做事一丝不苟，决策也很慎重，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所以拖着我们的人是你爸？我也没有料到。除了你们手上的这份论文大纲，我没有其他的证据。我自己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事，根本没有任何防范。何老师，当孟辉说你论文中的主要观点与一篇会议论文高度相似时，你有没有追问那篇论文它的作者及出处？我问了他了，他说记不得作者是谁了，还说已经是1年以前的事，说那篇论文只在会议上宣读过，可能没有正式发表。
和他交流之后，你有没有继续再查证一下？因为我写这篇论文之前，我做过相关论题的历史研究综述，我当时并没有发现相似的论文，所以当孟辉老师提出这篇会议论文的时候，我感到很沮丧。孟辉老师是这个领域的专家，我当时相信他说的是真的。你说论文是你书稿中的一部分，这个书稿啊，我们也看过了，是电子文件形式的。那么你的写作呢？这个时间长达2年，啊，期间还有不断修改，我们无法鉴定书稿中的这一章是在何彩虹之前完成的，还是在之后完成的。这个是我的问题吗？他举报我，就应该或者说必须提供有力的证据。我的证据就是已经正式发表的署名论文。他的证据是什么呀？一张手写纸吗？何老师，到目前为止，你没有向委员会提供足够的证据，以证明孟辉教授的盗用行为。如果没有更多的证据，恐怕我们的调查很难进行，也不可能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。老孟不可能抄何彩虹的大纲啊！我也觉得难以置信。老孟这人吧，我了解啊，厚道，爱护学生，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。要不去年怎么还被评为优秀教学工作者呢？唯一的缺点呀，就是这心里藏不住事儿。我问过他，他说大纲啊是他给何彩虹的，何彩虹想拿为己用，哎，就反咬了他一口。学问这东西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。业界里谁都知道，能在专业权威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，没个5年10年的修为，你根本就做不出来。有些人努力了一辈子，还写不出一篇呢。顾老师，您觉得我有几年修为？你好，季老师，你博士毕业不到3年吧？我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2篇，而且何老师的大纲我看过了。以大纲的底子来说，如果仔细润色的话，在现代文学研究上发表是不成问题的。那我们先去上课了。我们先去上课了。谢谢你。没事。我帮你准备了一份。Angie 让我过来拿下一期的选题意见。稍等，我回封邮件，马上给你拿。稍等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Amber，我马上要出去，这个传真按上面的信息发过去。好的，那我马上给您安排车。你叫何彩虹？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有个朋友叫郭丽丽。对啊，怎么了？有人让我们给你递个话，让你以后不要多嘴。再多嘴的话，叫你一辈子都说不出话来。你们干嘛？走，小红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还好吗？
我没事。你流血了啊？这不是我的血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韩青，喂，哪位？我是城市快报的人事部主任孙建平。啊，你好。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，江大鹏被停职了。啊？他涉嫌贪污受贿，目前已经立案调查了。那我的聘用合同？我正式通知你，经报社研究决定，江大鹏这段时间签的聘用合同全部无效，所以你不必过来了。不，孙主任，这合同可是盖了报社公章的，那我的损失该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就这样，谢谢你。哎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我找韩青。韩青是谁啊？你们总助啊？我们总助不姓韩啊。不，你再查一下好不好？韩青，韩非子的韩，清楚的清。我们杂志一共就20来号人，如果他在我们这里工作，又是总助，我怎么可能不认识呢？还有什么我可以帮您的吗？啊，没有，谢谢啊。嗯。喂，老公，你在哪儿？上班呢，当然在办公室啦。你说，辞职信递了没有？老总刚才出去了，等会儿回来我马上就递。别递了。啊？
深圳的工作黄了，江大鹏被停职了。那江大鹏就算停职了的话，你也是签了合同的呀，那上面盖了章的，谁都否认不了。合同上有试用期，他们不想要我，试用期也可以让我走。那怎么办呀？那咱们家房子都卖了。我真的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种情况，我真的……算了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这种事情谁都预料不到，既然出现了，我们就面对。还好我现在还没辞职呢，家里还有一份收入。这样吧，我们就留在江州，你继续找工作。我们一起度过了那么多难关，那当年我爸妈死活不同意我们两个结婚，你看现在孩子都有了。那个时候我爸那态度，难过的想拉着我的手，手拉手跳江了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看现在我们还在一起，所以没关系，这个就是黎明前的黑暗。只是我已经说好了下周要交房子，这怎么办呢？要不我去跟那个人说说，看他肯不肯原价卖还给我们。行，那你问问吧。实在不行的话，跟他租也可以。好。没事儿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得坚持，越要拿出斗志来啊！加油。好，我知道。好，就这样。怎么就是种不活呢？夏风，丽丽，好久不见啊，在哪高就呢？工作还在找。对了，我欠你那5万块。都说了，什么时候有钱再还吧，不着急。谢谢。原来韩青在 Taurus 上班，这事你怎么没有告诉我？他不让我告诉你，怕你介意。他怎么学会骗人了呢？不可能啊！就算他会骗人，他会骗全世界，他也不可能会骗我。我一直觉得她是我认识的所有女生之中最老实、最厚道的一个。人性是复杂的，从大学到现在，怎么可能一成不变呢？我一直以为他跟我是不可能会有秘密的。你在他心中就这么牢固吗？韩青所谓的善良，仅仅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走入社会，没有经历过世俗的考验。你见过 Andrew 吧？以他的风采、魅力和家境，你是他的对手吗？什么意思啊 ？Andrew， 韩青不会是 Andrew 的助理吧？韩青就是 Andrew 的助理。你们家韩青可不是一般的会来事儿。我给你看样东西，自己看吧。哎，安哲呢？哦，他有事先走了。哦。彩虹。嗯。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，闭上眼睛。干嘛呀？今儿没过节吧？别管了，让你闭上就闭上。
你怎么知道？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，隔壁班的男生抢走了你最喜欢的漫画书吗？你呀，一直追着人家，都追到校外了，直到帮我抢回来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有人敢抢走你的东西。你买回它花了多少钱？我是做生意的，肯定不会吃亏的。给。东林，这项链我不能收。不收是吧？你要不要的话，那我就把它给扔了吧。哎，别！干嘛呀？本来就是你的东西。只有你才配戴上它。就算是为了让你们开心，你也得戴着，懂吗？好了，送你回家。我和季黄的事儿，我妈拼了命的反对。我觉得你妈反对的对啊。你想想，人家是过来人，婚姻大事，家长的意见肯定要听的。我们家搬家了，不住吉祥路了。为什么搬家？就那边好像要拆迁吧，然后我妈说先换个地方。说实话。就是实话。那个青年路往左，3元路655号。大伯，晚安。老公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怎么不开灯啊？
我今天买了好多菜，一会儿陪你好好吃一顿啊。你是在城市前沿上班吗？是吗？不是。那你现在在哪里上班 Taurus， 老公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不想听。彩虹介绍的工作，本来是要去原佑集团底下的子公司，后来因为你跟东林可能不和，七商量八商量的，我才去了 Taurus。当时咱们家需要钱，我没有太多的选择。难怪你不想辞职。我没有不想辞职啊，我辞职信都已经签了，那是你之前给我打电话叫我别辞职的。那我现在命令立刻离开 Taurus， 你愿意吗？老公，我就算愿意也不行啊。那我现在要离开 Taurus 的话，咱们家得喝西北风。这个杂志社刚刚把我裁掉，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，而裁我的人就是 Andrew。你现在成了他的助理，让他耍你，让他骑在你头上，要不要这么讽刺啊？你让我怎么想啊？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考虑了，所以才没跟你说工作地点，就是为了让你不难受。你知道什么最难受吗？被骗的感觉最难受。你欺骗我，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你欺骗我。就算地点是假的，但是我赚回来的钱是真的呀。我挣钱贴补家用，我没什么可耻的。也就是说，你还要为 Andrew 工作，为那个把你老公开除的人工作。我当初恨不得撕了他，你却要天天在他的面前讨好卖笑。不是你话说的那么难听吗？什么叫讨好卖笑啊？再说了，除了老板以外，给谁干不是打工啊？我跟 Andrew 之间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、干干净净的，不信你可以去问 Maggie。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哈，你跟 Andrew 去吃法国大餐，你以为我没有看见吗？那是工作餐，同行的还有天宝科技的老总，你不是也看见了吗？再说了，我们两个从来没有单独吃过饭，司机就是小林，你认识他，你可以找他作证啊。我不需要那么多人作证，我只需要你立刻辞职，离开那个杂志社。夏松，夏松，你理智一点好吗？如果你真的要我离开那个杂志社的话，那咱们家什么收入都没有了呀。我们刚刚卖掉房，手里有一笔钱，就花这个存款，再慢慢找工作。没有钱的话，我可以去找活干，什么样的脏活，什么样的累活，我都可以干。那你看这样行吗？你只要找到工作，我立马辞职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我要你现在马上就辞，不然我工作没了，老婆跑了，你再跟我闹个离婚，我连儿子都没了。我不愿意，我喜欢我的工作，为什么我不能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啊？哈，你不是喜欢这个工作，你是喜欢跟 Andrew 在一起，跟江州著名的钻石王老五 Andrew 在一起。夏风，如果我要是为了钱，我当初为什么会嫁给你？你把你刚刚那句话给我收回去，要不然你就是在侮辱我，同时侮辱你自己，还侮辱了我们的感情和我们的婚姻。怎么样？你后悔了是吧？现在我们这个家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，两头都不到岸。你再让我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是人。哎，我让你别给我戴绿帽子，你还委屈了是吧？哦，好了好了，多多不哭了啊，没事儿，妈妈来了，多多乖，不哭了啊。喂，丽丽，
致我最温柔、一去不复返的韩青。啊！你说你这脸在哪边？这边。这么红，亏你还出得了门啊！我人生头一回，老婆给我叫板了。我的未婚夫，他不接我的电话，跑去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彩虹之前就提醒过我，可是我呢，居然笨到去相信冬雨的谎话。苏东林就很滑头，他弟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好不好？如果当初我们没有分手，而是迎刃而上，携手共进，现在会不会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啊？男友分很多种，有的是大山小山，辛苦一点，坚持一点就可以爬得过去了。就好比韩青他爸妈，但你爸妈的难度系数对我来说，那是一整个地球啊！那我想要撬动他的话，我得要活到外太空才行啊！说实话，那时候你对我真好，每天背着名牌包包，天天屁颠屁颠的到食堂帮我打水啊打饭，我都觉得好不真实。像你这样的女孩子怎么会喜欢上我？这家里又怎么可能会同意呢？为什么不行呢？我当时都已经为你那样了，我都跌到尘埃了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分手呢？你出手太大方了，你动不动就帮我买衣服，就买超贵的东西送给我，把我打扮得油头粉面的，我寝室的哥们儿都笑我是吃软饭的。你还记得那一年学生会组织春游吗？我凉鞋坏了，你把你的鞋借给我穿，结果你自己光着脚在山上走了一整天。那时候咱们都还不认识呢。还有一次，我要帮你削水果，你坚持不让。
就像我手里的这杯烈酒，第一口喝是神奇，第二口是美好。第三口喝是平常，第四口是……静。Andrew， 我要辞职。这是我的辞职信。在这里干得不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先生不喜欢我做您的助理。他之前在广告部工作，后来您上任了，他就被裁员了。所以他不愿意你为我工作。嗯。但这不是他的工作，这是你的工作。你喜欢这份工作吗？喜欢。那留下来。Andrew， 这份工作虽然对我很重要，但是对我而言，家庭才是第一位的。如果这份工作会影响到我先生的情绪，那我必须考虑。
季老师，昨晚突然查到了一些资料，这些证据绝对能帮你说话。字有点潦草，能看得懂吗？谢谢你，季皇。何老师，学术委员会非常重视你的举报，还为此专门召开了几次会议。我们是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和既定的程序进行调查。孟老师的论文呢，是正式出版的作品，这个在时间上和版权上很好界定。而你呢，只有一张手写的大纲，上面也无法界定创作时间。如果仅从这一个证据来判断，也看不出孟老师有什么确凿的剽窃行为。庞主任，既然孟老师说这篇论文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创作的，那么我有个问题想问孟老师，请他当面回答我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孟老师，在你的论文第1页第3段中，有一段关于女性主体形成的论述。您说道，性别身份并非自主存在而不受约束，而是深深地根植于个体以及历史的实践之中，从而严重地限制了它的可转移性及变化性。这个论点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吗？对啊，是我的主要论点之一啊。您确定？当然确定。这段话也出现在我的论文大纲中，您将它修改了一下，换了种说法，但其实根本就是同一个意思。但这一段话并不是我自己提出来的，而是来自于一处引文。因为我当时写的只是一个大纲，我就随手把它写了出来，并没有标明出处。好像是一处引文。哎呀，我也真是记不大清了。孟老师，您向国家1级刊物投稿，你的论文有引文不标明出处，这就是学术不端行为。更何况这句话是论文的核心论点之一，如果不是你原创的，就更加需要标明出处。孟老师，如果你真的在论文中忘了指出，那何老师现在提出来，请你谈谈这段话的来源。正如你以前所说，你写论文花费了大量的心血，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，认真核对。既然你的学术态度这么严谨，刚才的回答似乎与你的作风不符啊。各位委员老师，可以说这件事已经搞得我是焦头烂额呀。哎呀，我现在真是，我可以说完全分散了我的注意力，就是因为我的心烦意乱，很多事情我真的都想不起来了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孟老师，我也觉得你刚才回答呢不是很合乎情理啊，因为这段话呢是你的核心论点，根据这段话有一个近500字的分析，是针对于这个观点而进行阐发的。如果真的是引用，你却不记得出处的话，这可能吗？那何老师，你知道它的出处吗？我当然知道，而且我这里还有原文复印件。因为是我自己写的论文，所以每一个论点是从哪里来的，我全部都记得。各位老师，我现在愿意给孟老师2个小时的时间来回忆，你也可以去资料室电脑里查。如果你能找到它的出处，就算我检举错了。把你的复印件呢先交给我们啊，孟老师，也麻烦你再去一下资料室啊，去查一下这个资料，或者说用你自己的电脑也来查一下这个出处呢，查出来，然后写给我们，我们再来做一个详细的比证，你看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呀。行，那王老师请。何老师，
你怎么那么肯定他查不出来啊？因为这段话是引用了一位英国学者的会议论文，他是季黄老师的导师苏少白教授去英国开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资料。当时季老师把它借给了我，我看了以后很受启发，所以引用了这一段。这篇论文现在并没有在国内翻译和出版，我当时看的是英文版，这段话是我自己翻译出来的。所以如果孟老师没有见到过他，2个小时不可能查出来。各位老师，我还要举报孟老师的另一篇论文，80%抄袭一位国外学者的论文。哎呦，这问题严重。后来孟老师去了资料室，查了足足2个多小时，还是交了白卷。学术委员会怎么说？庞主任找到我说，孟辉死咬住自己记性不好，记不得出处在哪儿，就是不肯承认看过我的大纲。不过幸好季黄找到他的另一篇，抄袭证据确凿，他怎么也抵赖不了。看来他还是个惯犯。系里也说了，会严肃处理此事。只是可惜了你那篇那么好的论文。这次得多亏季老师那么细心找到证据，应该干了整个通宵吧。看来季老师还是很关心你的。哎，季黄，你回来了。季老师，有份资料落在办公室了。那你们聊，我先走了。季老师，今天的事，谢谢你。应该的。我想请你吃顿饭。下次吧，我有点急事，要回一趟中壁，2小时后的汽车。是接你妈妈过来手术吗？那我跟你一起去，顺便跟伯母解释一下上次我妈打的那个电话，让她老人家放心手术。谢谢。只是系里不能一下子让2位老师请假。那我在这里帮你代课。不用了，我已经交代关老师了。不过还有一些论文还没改。好，交给我。论文就在这儿，你可以拿去改。季黄，等你从重壁回来，我们老地方见。我有话想对你说。好。要不，我跟我表哥打个电话，让他把家具拉回来。算了，送都送了。但是再买的话，也要花好多钱呢。慢慢来吧。我跟冯叔说了，他愿意把房子租给我们，租金的话，1个月4000。4000？楼上万婶家出租1个月才3500。那如果我们全家搬出去再找房子，就太麻烦了，也不一定能够找到比现在这个更好、更便宜的。那你有没有跟人家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再买回来，哪怕加个1-2万都行啊？不愿意啊，当初我急着卖，价钱叫得低，他现在拿着这个钱，在这种小区，恐怕是买不到了。那算了，那就租吧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跟 Andrew 提出辞职了，但是 Andrew 好像对我的工作还挺满意的。他说，如果我不愿意做助理的话，那就调我去负责娱乐部，这样以后我就是 Maggie 的手下了。
不开会的话，跟他基本上都见不到面。这样的话，你放心了吗？娱乐部，那就是娱乐总监了。嗯。啊，这可是一个要职啊。Maggie 以前就是娱乐部的总监。哎，要不这样，你每天装样子上班，然后把稿子啊、策划案呐拿回家来，让我帮你写。我让你在 Maggie 的面前大大的秀一把。我只希望你能让我专心工作，不闹腾，不折腾这个家就行了。知道吗？娱乐总监啊，当年可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位啊！我在托尔斯努力了这几年，连娱乐部的门都没有摸进去。哎，有一次差点成功了，但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。这是我头破血流都没有得到的，你怎么这么轻易就得到了呀？嫉妒啦？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也成，媳妇儿，给你相公长脸了。但是安重让我给他2周的时间交接，那天他说他一时找不到接替的人。哦，哎，你到了娱乐部，不就跟丽丽在一起工作了？丽丽是什么人啊？我可不想跟她走得太近。也是，但其实你们2个都是编辑，以后的竞争会很激烈的。我没这么差吧？那我前2天写了篇稿子 ，Maggie 直说好呢。看过，也就那样。哎，比我还差那么一丁点儿。我饿了。我也饿了。好，我去煮面。明晚9点半，这是去洛阳的火车票。9点整，我在车站的东门等你。记住了。拿着这个，我家祖传的，我爸说很值钱的。宝石赎回来了。东林给赎的。妈，您不应该把宝石的事告诉他，您知道他会这么做的。他是因为喜欢你呀。那房子的事儿，您没跟他说吧？哎呦，你真把你妈当成老糊涂啊！这种事儿我好跟全世界人讲的。你爸干的那点不争气的事儿，跟人家说出去让人笑话。哎，我要是告诉东林了，让人家怎么想啊？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爹，那以后万一你跟他有个，人家怎么看你呀？哎，彩虹啊，怎么样？妈的眼光很好的吧？哎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就东林这孩子最靠谱。你看看人家，家世又好，人又低调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你跟他是中学同学、大学同学，2个人呢都互相了解。虽说他们家的经济情况比我们好，但我们是女孩子，对不对？人长得漂亮，学历也高，走到哪儿都拿得出去手。彩虹，你就应该加把劲儿，别总对人不冷不热的。妈，我要洗漱了。我都替你着急，要我早嫁了。唉，急死个人呢。哎，明珠姐，
619号房有位病人临时想找你当一天的护工，是位忧郁症患者，想找人聊会儿天，价格给的还不错。你看你想去吗？想啊，刚好今天张大爷做手术了，还在 ICU 病房没出来，我也没什么事儿。挣一笔算一笔啊。那你赶紧去吧啊。哎，好，再见谢谢啊。没事儿。小兰，帮我把这个放那儿。好，谢谢啊。请进。哎，少安，明珠。是你请我过来这里的？是啊。我跟钱护士说，我是你的老朋友了，好久没见面了，想要给你一个惊喜，他就成全我了。我还以为你真的抑郁症了呢。你最近好吗？哦，挺好的。对了，我前2天看到东林了，东林跟我说你怎么心脏不太好啊？小发作，不要紧的。心脏可是大事儿，你不能掉以轻心啊，要重视。我会注意的。哦，对了，那天在咖啡厅，你匆匆忙忙的离开，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别提了，说起来都丢人。何大陆炒股不是炒输了吗？那天啊就想不开了，坐在阳台上要跳楼，哎呦，给我吓的，回去死活一顿劝，哎呦，终于劝好了。现在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们已经不年轻了，这种打打杀杀、要死要活的事儿，真心折腾不来，也奉陪不起。就是，上辈子辛辛苦苦打拼，是为了自己，为了孩子挣个家业，也就是换个下辈子能够安稳平静。是啊，是啊。明珠，那天我的建议你考虑的如何？少安呐，你现在一个人，单身嘛，自由自在的，随便想想什么事儿都可以。我不一样的，我有家庭，有责任。再说了，这种道德上说不过去的事儿，我做不来。明珠啊，明珠，每一次到了这种选择的关头，你就退缩。28年前你退缩，我不怪你。当时你还小，是个听话的孩子。现在你是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做决定的成年人了。何大陆那么不争气，你真想跟他捆绑一辈子啊？这不是何大陆不何大陆的事儿。哎，我们还有孩子呀，我们有彩虹啊。你总是为别人想，总是顾虑到别人的想法，你什么时候替自己想啊？你自己的幸福不值得你争取吗？哎呦，少安呐，这种好说不好听的事儿就别再提了好吗？以后再说吧。我那儿有病人，我先去照顾一下。明珠，你听我说，何大陆那么不争气，你为什么？爸，我来接您出院。我先走了。冬雨啊，天顺豪庭的资金弄齐了没有？我还在等风铃那边的回话。你都快成为郭清明的女婿了，这一点面子他都不给吗？老爷子在商界出了名的固执，有时候欲速则不达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就把资金让出来。东林最近看中了一个 startup。爸，我为了弄那笔钱，四处游说，口水都快说干了。大张旗鼓的弄到现在，只见口水，不见干货。钱是不等人的，你要加紧啊！你到外面等我，我有最后一针要打。
好的。你就是李明珠，啊，你是？苏冬雨。哦，东林的弟弟对吧？哎呀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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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您是一把年纪的有夫之妇，怎么了？看上我爸了是不是？哎，你说话客气点，嘴巴放干净一点，好吧？怎么样？你想当董事长夫人啊？你可真能做梦！你吃错药了你啊？啊？脑子进水了吧？神经病！上个有空吗？高尔夫？我今天上午不行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办。那我自己去。哎，还没吃过早饭吗？来，你吃我的，我再去弄一份。来，走走走。我今天要去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你帮我参谋参谋。钻戒。我的天哪！难道我也要相信有心灵伴侣了吗？这个应该还不错吧？可以。你手借我用一下。而且这是女生戴的东西，你要我戴？你帮我试一下。你没有手指头吗？我的粗，你的细。来，戴一下。哎呀，角度不同，效果也不同，我看个效果。应该还不错吧？你刚才选了那么久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决定不了啊，毕竟是要戴一辈子的东西，肯定要认真选一选。只要跟何彩虹有关系的，你都有选择困难症。我没有。你有。我没有。你有。就他了，挺好的。嘿嘿。那你打算怎么跟他求婚？在他过生日的时候，我要带他去加拿大的黄刀镇。干嘛？找一个漆黑不见五指的夜，只有我们两个，去看北极光，怎么样？哎，你想想，当第一缕北极光出现的时候，我就拿出这个戒指，向他求婚。当然不错，想了好久才想出来的。那他会跟你走吗？哎呀，再想办法吧。只要你能想到办法，他也答应了。住宿、飞机票、吃饭，我全包。你说的啊？定了。小 case 了，我要去尿尿。上午买了一枚钻戒，打算求婚。
喂，是我，夏风。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在上班呢。想跟你说几句话，你下来一下，我在街对面。啊，行，好。丽丽，那天晚上我们喝多了。没什么，我愿意。你愿意？我要是不愿意的话，你觉得你进得了我的家门吗？丽丽，你订婚，我已婚，我们这样是不对的。我希望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来。怎么？怕韩青知道？是。韩青她是一个好妻子，这件事令我觉得心中有愧，对不起她。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？我们之间又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事情。但是精神出轨也是错啊。难道你不想让它发生吗？真的不想？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的。好，但那天晚上是因为我们心情都不好，就当是互相慰藉吧。知道吗，夏风？假如我们每天早上起来都说昨天的事情不算数，这样的生活值得过吗？凡是你说过的话、做过的事情就是算数的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都在你生活中烙下了一笔。你的现在就是所有的昨天组成的。那你想怎么样？我就想知道，我和他相比，谁更值得你爱？韩青，我什么都给了你，你还是觉得他比我好吗？他给了我婚姻，给了我家庭，给了我一个孩子。当年我……算了，不说了。你俩的婚姻，他父母不同意。你的儿子跟着外公姓韩，这种委屈你也受得了吗？丽丽，如果我现在跟韩青离婚，马上跟你求婚，你会答应吗？很难是吧？要顾虑的事情有很多，对吧？这就是成年人。我们生活的世界，考虑的东西早已经变了，不可能像我们大学时代那个样子那么单纯。丽丽，你是一个好姑娘，也很能干，但你不是真的爱我，你只不过是在这场较量里面你没有赢到而已。不要太在意这些了，在你内心深处，你很明白，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的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女孩？你有理想，而且很远大。只不过你的理想跟我没有关系，也不可能把我包含在内。丽丽，我很真诚。
连利息一起还给你。不用了，我手头上正好有现金，再说你一个人也不容易，拿着吧，钱多防身啊。夏风，再见。夏风，夏风。大陆，哎，安子，你叫的车呀？是啊，我知道打这个电话一定找得到你。哎呦，你们家住这儿啊？嗯。进来坐一坐，我有事找你商量。哎，欢迎欢迎啊！哎呦，真是太漂亮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豪宅呀！啊，安子，你这叫生活，我那叫活着。叫我少安吧，请坐。哎，少安啊，说吧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哎，我一猜啊，就是彩虹和东林的事儿，是不是？不是。我遇到明珠。他说你有些麻烦。什么麻烦？哪儿有啊？什么都没有。资金上的。他连这个都跟你说了。大陆，我必须要说你一句。炒股这种事情呢，尤其是做短线的，就好比赌博，小钱玩玩可以，大钱丢下去啊，风险蛮大的。哎，少安啊，你说的太对了。不瞒您说啊，我现在真是后悔的要命啊。刚开始玩的时候呢，确实挣了点钱，这不胆儿就大了吗？就想玩点大的，没想到这大的赔了个精光，现在让全家人跟着我一起受罪。哎，你说明珠跟了我那么些年，没享什么福也就算了，临老还跟着我背了一身的债务啊！人各有命，你不要太自责了。不过，想让明珠过好日子也不是没有办法。那行啊，哎，那有什么办法？你跟我说说呗。我跟明珠是青梅竹马，20几年前算是你把她从我的手里抢走的。哎呦，又来了！人当初明珠啊，可是自愿嫁给我的，我可没拿枪逼着她。你是没有逼过她，但是你母亲利用职权逼迫她的母亲，要求明珠嫁给你。当年明珠是不情愿跟着你的，你不会装作不知道吧？哎呀，那知道是知道一点。但是也不是全知道啊！您想啊，在那个年代嘛，那此一时彼一时嘛。这再说了，这是哪年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？你还提他干什么呀？大陆，你要仔细听清楚。我让我心爱的女人跟着你过了20几年，想着她经历过贫穷、困苦、疾病，现在要面临破产。我心里是什么滋味，我就不跟你说了。你也承认，你没有让她过上好日子。我现在有这个能力，让她过上好日子，你愿意成全我吗？我成全你？我他妈打死你！哼，我看你不是有病，你是病的不轻啊你！你满嘴喷粪，你他妈胡说八道！明珠他妈是你的，明珠是我的。何大陆，你欠的贷款你还得起吗？我帮你还。我是为了我的幸福做，只看你愿不愿意放手。